哎，但是唱一律向北。等一下，唱之前我有个问题就想问你，就是关于这次那个我们在演唱会唱歌的时候，你不站我旁边唱《伟大的梦想》，那个时候你突然哭了，我想采问一下，你当时想到了什么？就突然一下，真实的还是官方的？我想听真实的，因为当时我吓一跳，因为当时大家应该去现场的应该都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吧？我作为我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，哎，好可爱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当时唱那一趴的时候，当时是卡斯跟哈哈他们在唱那一趴，然后迪尼是按队形，他的调度是要走过来找我，然后呢，我一回头，我一看到他就已经绷不住了，就是我离他最近，可能你们在台上很看不清，他两个眼睛就完全就红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有时候感觉，哎，怎么了，迪尼什么情况？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儿，然后他突然就是两个眼泪就狂往下掉，然后你们也看到，我就一直在旁边摸他，就一直安慰他，我就说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直到最后我们结束了，我也没好意思问他，所以今天想问一下。没事，你直接说，就是什么难言之隐。因为这首歌叫《伟大的梦想》嘛，但是我发现梦想这个事情真的好难。然后本来其实唱的很开心、很温暖的，然后那个光一打，你知道，看着大家在底下就是看着你的表情就很有期盼，就感觉他们很温暖，然后我一下觉得很绷不住了，我就是那个共情一下就上来了。对，我就觉得的确就是感觉不止我一个人在完成梦想，大家都在支撑，但是感觉这条路好难走，好艰辛啊！想着，然后又唱这个想着就是我想有一个伟大的梦想，就这个梦想真的好难啊，就是这一步都很难走。说实话，2023年这一年下来，就是没有几次感觉自己像艺人。就迪尼其实想告诉大家，就是有梦想是好的，就是人一定要有梦想，但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其实是很艰难的，每一步走的都很艰辛。还有我们再难都会走出去。谢谢叔叔。当然我知道有你们，只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做的就是不够，然后会让你们会失望的情况下，我也会自责，然后我就觉得。但是有时候我在想，我怎么才能做得更好？但是有时候摸不着头脑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其实你也想一想，就是虽然这一路很难，但是当时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你看到下面其实还有很多粉丝一直追随着我们，在支持我们，你也会心里会有一些欣慰。当然会，就是欣慰的同时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对不起大家，就心疼大家。对，就是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知道，就是可能大家很愿意陪着我们，我们也知道大家眼中我们很值得，但是我就会更诚实的想，我们怎么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？我希望有一天，其实去年跟大家说一下，去年那个726、728、7几啊？826。我这一个年纪最大的记性还比你好，你怎么？其实我要跟大家偷偷说一下，826本来不是那个场地的，730，826是哪里啊？826是去年啊，你说是哪一年？今年730过了，今年的那个有，你说的是23年吗？23年啊。对啊，826啊。826偶时剧场，其实不是偶时剧场，你们知道吗？本来是一个体育场的，而且就靠离鸟巢很近。我跟大家靠鸟巢很近的一个体育场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要说一个事，就关于这个鸟巢这个事情，就是当时826结束之后，然后我不是陪妈妈逛北京嘛，然后正好就逛到了那个鸟巢，然后正好是那个可以说吗？张杰在开演唱会，然后我们就在外面，然后我妈说：“哎，里面是谁在开演唱会唱歌？”我就说是，我说张杰老师。我妈说：“哇，你们什么时候能在鸟巢开演唱会？”然后我说，然后正好逛到那个，就是离我们那个本来开那个场景，我说妈妈喏，本来就在这个地方开的。我们本来在那个网球场叫什么德的一个网球场，然后是3面台，然后还有吃的，是一个弧形，然后斜下去的，然后呢，因为一些报批问题，然后就北京报批很难，就没有到那个场地。对。等到我们再去那个场地的时候，国家运动员要在那里练习，所以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，本来我们可以有一次大规模的那个舞台的灯光可能照得我们更闪亮，但是我有时候又在想，我们能不能撑起体育馆的那个场子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就是我是觉得其实有些遗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非常能够站在你们的角度想着我喜欢的熊猫堂，陪着他们成长，他们有一场体育馆的演唱会。
那个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也会觉得很自豪。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，我看他成长，看他有出息，我会觉得很自豪。我觉得很多时候饲养员把我们当儿子，把我们当孩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种养成感，是吗？是我感觉饲养员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就是陪着我们养育我们。孩子不是儿子，对不起。顶你就是嘴快。对，有时候他兴奋起来的是基本上不过大脑。对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我竹子妈妈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17。那个什么叫安东的，你跟我赶紧把粉丝灯牌点一下，不然把你踢出去乱说话。谢谢 SK， 好多妈妈 SK 中妈妈粉来了，我是妈妈的粉。谢谢妈妈粉在哪里？妈妈粉扣个1。我希望我妈没在看直播。我妈在看，但是不能跟他们说。我妈会看，回头我妈回去问我说：“你哪来那么多妈？”我是你知道这叔叔粉个梗，大家知道这个梗吗？知道。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会在 B 站上面发一些那个弹幕啊，其实我妈也会在看，包括抖音，你所有的言论她都有在看。你妈妈会不会看着你爸爸说？然后怎么了？然后我妈有一次过年回去问我说：“哎，你那个 B 站上面怎么有那么多妈呀？”然后我妈说：“老娘才是真正的妈。”然后就很好笑，然后他就是各种就是跟粉丝在吃醋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啊，我说你在想什么？我说那些都是粉丝们他们说的一些专业术语。是的，是的。笑死了。有做过啊，大家现在都会做饭啊。我那天看卡斯在做饭呢，卡斯上周做了一个菜，我说哎还不错，他说让顶顶尝一尝，然后过了1周他又做那个菜，我说他对着视频做，我说你不记得？他说对，我忘了，我还对着视频做。他那天不是做了一个什么饭，然后喊大家来吃嘛，什么东西，然后吃了吗？好吃吗？手德的饭，我跟他一起做的。哦，你跟他一起做，我以为他一个人做的。他煲了个鸡汤，然后呢，做了个冬笋，我跟大家说了。那你也做了好多啊，明天。如果不做艺人，石器顶顶现在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？你先来答吧。如果不做艺人，现在应该就是那我呀妈，那这个时长应该要倒退到18年了，对吧？不是倒退，是。对啊，我是19年选择做的艺人啊。如果现在不做艺人，接下来会做什么？你说的是现在不做艺人，还是说从刚开始就是选择不做艺人这件事情会做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在当时前几年的那个心境，你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，所以没什么好后悔的。所以说的是现在。现在如果不做艺人，我会想办法做老板，我会打算做自己的品牌。就比如说会做一个我的工作室。不做艺人，我可能和公司打官司。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没有，如果不做艺人的话，我肯定可能会。如果不做艺人的话，我可能副业是做主播，然后可能回武汉做老板。主播我想开个店。主播我就不做了，因为我做艺人之前做过主播了，所以不想做了。对啊，太累了。但是我还是想做模特，因为我觉得不做艺人可能就相对很多东西比较自由一点点，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。他们的自由是什么？其实也不是说你想做的事情就去做，而是你不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不做，这才叫自由。主播想开什么店？我想开一家餐厅，然后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服装。因为说白了，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粉丝基础的，对不对？有粉丝基础的情况下，我的品牌可以服务我的粉丝，然后再往大众发展，有粉丝推给周边的生活人群。比如说像我要做一个品牌的话，我一定不会说印一个顶的 logo， 另一个 producer， 我就做一件白 T， 做一件粉丝都觉得好穿的白 T， 然后给周围人推广，就是做生活中的那些用品，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他问我说做什么类型工作室，其实我想的是做演艺相关的一些包装。对，我想去做一个自己的品牌，比如说从他们的企划以及他们所有的服装啊、服化道所有的都由我来去把关。到时候我做服装的话，你可以找我 setting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给你打折。我比较实在，我就会觉得，如果我真的不做艺人了，
就把梦收在心里。我还是务实一点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对，就是过生活嘛。我们不能就是不食人间烟火。我们既然来到了人间，都已经下凡了，我们还是要接地气一点点。东西我不好读。陈婷婷，如果你必须选一个，你会选择给你妈妈花很多的钱，让她享受自己的人生，还是选择在妈妈身边，即便只存温饱？这个问题值得探讨。你会选择？忘了，读完就忘了。最后问题是什么？他们说公开处刑。你会选择给你妈妈花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让她享受自己的人生，还是选择在妈妈身边，即便只存温饱？这个东西就是说，人呐，为自己想，还是为父母想？说实话，我会选择赚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给到妈妈，因为我现在面临的东西，妈妈是感受不到的，我的压力也不想给到妈妈。说实话，她现在还以为我混得很好呢，天天在央视啊，央视你们又上央视了，谁知道呢？每说一次，其实呱往心里扎了一次。我们知道上央视意味着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其实我希望给她赚很多很多的钱。他有钱了之后可以享受很多他体验不到的东西，有钱了之后妈妈可以把他来我的身边，想我了对不对？直接飞到北京来看我，在他身边解决了温饱，那只是当下的问题解决了，解决温饱他就会说你们就有新的问题解决了，你知道吗？温饱是一个，我妈妈说再穷饿不死的，对不对？再穷饿不死的，怎么吃都能养活。你说只是解决温饱，在妈妈身边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呢，还是你在外面打拼赚了很多很多钱给到妈妈，教她享受人生，让她在你身边带她周游世界？其实妈妈一辈子都在渴着喂你，但是呢，像我们这种做海外在异地的，就是要多赚点钱，给到父母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我会其实，如果是我之前了，我其实是你说的第二个答案会。我就是我30岁之前就是这么做，就是30岁之前就是留在父母身边，然后温饱，然后听他们的话，然后就是在他们身边好好的生活着。然后30岁之后，我选择了你的那个第一个选择，就是想去赚更多的钱，然后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其实这个选择呢，我觉得无论你选择哪一个，取决于你自己开不开心。因为其实无论你做哪一个选择，父母永远他们就是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只要你能开心的活着，无论是你在他们身边，还是说你离开他们去外面挣更多的钱，其实他们只要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外面过得开心，在外面过得好，他们其实怎么样都 OK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是都可以做选择的。主要看你自己怎么想。就是你说第一个答案，你说出去赚很多钱，其实有多少父母说指望你能赚多少钱吗？其实他们不指望说你在外面能赚多少钱，其实他们还是很心疼你的。他们也知道现在赚钱不容易，你说你赚那点钱，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，他们也许需要更多的是陪伴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是待在家里面，对吧？天天陪着父母，其实得看你自己，就是说你也可以做到说啊。父母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时刻就可以在身边，可以满足他们，我可以帮到他们。但是你自己开不开心呢？你自己愿不愿意这样的人生这样去过呢？还是说你想活得更有精彩，让父母看到你的成长？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做选择。对，我觉得都可以做选择。其实这两个答案呢，在我的人生里都有。对，的确需要很勇敢，你知道吗？在父母身边能够。在父母身边解决温饱，可能只满足了父母的安心，但是自己会不开心。那出来闯赚很多的钱给到父母，可能父母他不想你这么辛苦，但是出来闯的自己也会很不开心。其实前者的话就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。那为什么我们即使知道这么难还是要出来，是因为这个生活太现实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已经有那么不开心，已经有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开心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一点点让自己做得开心的事情？哪怕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收益，那起码就是钱嘛，无非就是说钱嘛。那不赚钱又怎么样呢？那钱这个东西是赚不完的，哪一天就说不定来了呢。但是起码
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妈之前也说，她说，哎，这一辈子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有你们这个机会去做艺人啊？那不红也是艺人啊，对不对？那好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啊，知不知道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超级赛亚人吗？谢谢，谢谢叔叔。看得到我吗？躲蜜天女，看得到你。躲蜜天女，这个名字好酷哦。谢谢小狼，谢谢 Score 有中，谢谢你们守护。就是我们在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上面，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家人，这个时候也会让我们很温暖。那其实我们做更成熟之后，刚刚说了一句什么？刚才说艺人可以体验，他说如果现在两个选择摆在面前，不能两全，那就选择成自己那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昨天在开门大吉看见你们了，我妈妈也看见我们了，然后也发给我。但是说实话，发给我的时候，我不像以前那么说啊怎么样，我说啊是的，是的，然后就一笔带过了。说实话，自己对自己有失望，但是父母眼里你永远是最棒的，知道吗？就是父母总会给你打气。就是我觉得是，就是咱们在中国这种很多就是中式的传统家庭教育里面说，可能你苦恼的问题是啊，做儿子的一定要孝顺啊什么的，要留在父母身边。其实我是觉得现在时代变了，其实不一定完全就是像之前那样。其实你过得好，你生活过得开心，就是说你能过出你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其实他们其实在远处看你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开心。对，而且我觉得，就是温饱着在父母身边，其实装的是父母，是父母会装的啊，孩子在身边就好了，不要对他有太过的要求了。其实父母不想为难自己，但是你在外面的话，他知道你想外面奔的话，他就会把自己照顾好。其实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的，你问我的话，其实这两个答案其实对我是蛮问到我心里去。你问迪迪也问得很对，因为迪迪可以说是我们团里面最早出来工作的就是怎么叫呢，叫打拼的人，闯荡混社会。迪迪十几岁16岁，16岁，这孩子16岁就跑出来混了，就是我们那儿叫混呐、其实就是说打拼的意思。16岁就跑出来闯荡社会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我说北上广真的没有眼泪，你知道吗？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我都闯过，都飘过，眼泪都流干了。但是到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眼泪。苦累已经不会让我流泪了，唯一让我流泪的就是感动和委屈。顶顶是一个受不了委屈，就是别人冤枉我，我是受不了的。然后这就是感动。其实你是个内心蛮脆弱的人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不能表现我的脆弱，就是因为我表现脆弱了之后，大家都会就是会破防，所以我不能脆弱。有时候我不脆弱之后，大家都冲。就是大家有时候看到顶顶的那一面，就是要振作起来，然后要给自己打足鸡血，然后说我可以，我很充满正能量。其实他真的内心是比谁都要脆弱。对，你这是什么？我去拿瓶水喝，我渴死了。你要不要？可以。我知道吹过这可能也是顶顶的性格吧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，就比较要强的性格。一般这种人都比较，其实内心都比较脆弱。我只知道会说你很机车哎，那你机车哎，机车哎。哎，你说到那个台湾这次就是我们去日本嘛，然后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也有一个经纪人，那个就是杰叔嘛，然后跟我们一个，然后也去他台湾的嘛，然后我们不是上去吃面，你不知道他是以前王子异的经纪人，是他以前王子异经纪人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后来我们去住民宿2楼，然后他有一间就是一个客厅，然后呢我们就去买了那个泡面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就跟我们泡面，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日本的泡面还可以，但是台湾的泡面会更好吃一点。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我们中国台湾。他说他们台湾的面会比日本那个里面的料就是肉会大很多，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。这次除了看到我们日本的，还有很多海外的饲养员，还有我们中国饲养员过去之后，我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后面的几天行程，说实话，心都没有在观赏风景。哦，台湾毕竟是泡面的发源地哦。台湾是泡面的发源地啊。这种有理由吗？有片段，但是有啊，有片段，有的。记不记得
那个女仆店啊，你写的好笑。其实我跟大家一样，也蛮期待那次就是女仆店的探店 vlog。然后那天大家看照片也知道，然后我的表情有多惊悚，不是因为我看到了女仆的反应，是我看到了婷婷选女仆的反应，这太好笑了。有一个东北不有一个有一个中国女仆，然后呢，有个中国女仆，她就是很夹，我就说啊，我说，哎，我们因为有人介绍嘛，我说你是中国人吗？她说啊那个在吗？我说你是中国人吗？是啊，我说这做女仆为难你了，你这要夹着说，但是听了她的故事还是蛮有感触的。她说她本来想去日本做女团的，但是呢没有选上，她就去女仆店，然后。我当时就觉得，我说你干嘛不回去呢？他说，哎，在这里也可以就是赚钱。一个是女团，一个是女仆，差一个字。对呀、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生。没错，对。她是个女的，是女生。女仆店是女的。我只是觉得你刚刚刚说那句话，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。哪句话？我就说啊，我好希望那句话剪进去，因为她嗓子有点嘶哑，就改。我给大家报，就当时那个他不是就是为了工作环境，他说的话就特别的嗲，然后人说哎呀，请大家怎么，然后突然声音沉下来8个度，我跟你说，就感觉你看就是崔云峰在唱高音，突然到了我唱低音，那么反差那么大，然后呢，婷婷就直接生了气说。私底下少抽点烟，我说你私底下少抽点烟，少喝点8+1啊！我说这是为难你了，少熬点夜。我说看着你很辛苦、主要是他真的是有点烟嗓，他声音低下来是有点烟嗓的，但是他工作环境没办法要夹，特别的可爱。你们知道田震老师的声音吗？就是田震老师的声音是他本来的声音，然后他夹起来就是我当时真没绷住。说实话，其实领略一下那样的文化就可以了。但是女仆店我可能不会去第2次了，因为说实话，就是我不太理解，就是啊，这是一杯白开水，然后你们要跟我一起练魔法哟，could it you， 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 could it you， 然后他说哇，这个水就变好喝了，是有魔法的水。我当时脚就扣在地上，我就说。哇哦 ，sky！ 但是我是觉得是他们那边一种文化，然后我就觉得也挺有趣的，就是想去了解一下嘛。阿克豆，欢迎你，救命！就是确实那个地方，虽然刚开始会让你有一点点的生理的不适，但是你待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被他的那个环境给同化了。而且同化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哎。其实有时候他的这种夸张的表演，其实也会让你是一种形式，对，也会让你跟着去放松。对，在那里会放松。对。然后我还吃了一个粉色的咖喱蛋，咖喱鸡肉饭，粉色的咖喱鸡肉饭哦。这是什么孙悟空的那个吗？这是我小时候玩的一款游戏，我本来想翻唱的，叫《樱花大战》，不知道大家玩过没？一个游戏。樱花大战，我当时是那个4个人，红的绿的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对应的应援色。你知道当时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有多大吗？就是当时我是按理说，我除了因为卡斯是后来的，但第一期的时候，第一期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来团队的。然后当时我辞掉了工作那一天特别艰难，我爸一直不让我辞工作，然后我就在那过程中过5关斩6将，然后一心要加入熊猫堂，然后我那时候还开着车，车上就放了这首歌。我还以为你跟你爸爸说来听樱花大战，没有，为什么是这首歌？因为当时那个大家玩过剧情都知道，里面有一个主角叫樱 Sakura， 然后他就是最后一个加入团队的，然后他也是刚开始不肯加入团的，然后最后决心一路加入那个叫什么帝国击华团，然后最后他最后一个就加入了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还挺符合人设，就是当时那个人设啊，当时还挺带感的，听这首歌，就一心加入熊猫堂听这首歌。你知道第一个加入熊猫堂的是谁吗？你啊，就是当时喜姐第一个接我进来，说啊怎么是个养老院？
然后我就进宿舍就选位子，然后就选了位置，然后当时就我来的时候教室还在装修，然后就还蛮多故事的呢。你说说看，你可以挑简短的几个给大家讲一讲吧。想一想，给丁丁点时间，因为也年纪大了，这养老院可能也是3-4年前的事情了。对，大家回忆一下吧。你们想听什么嘛？主要是你们想听哪个方向的？谢谢本尼克，本尼克你病好了吗？病好了就点点头。17最瘦的时候多少斤啊？在训练的时候？最瘦的时候，想想180斤，对的。然后那段时间疯狂的掉粉，因为我在训练生期间就是一下瘦了20斤，然后原本抖音的粉丝之前都觉得说啊我是这个模样，然后突然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情了，很多人都脱粉了。然后因为我不是原来的形象，没办法。因为你胖瘦脱粉的那些粉丝真的留不住，是我是觉得太肤浅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那没办法，因为这个选择是我自己的选择嘛，所以我觉得一切后果都得由我自己来承担嘛。因为我既然选择做练习生、做艺人这件事情，那其实必然的很多后果是要我自己来承担的。那卡斯算幸运吗？经历最少的淘汰。他感觉走后门进来的，就没有经历淘汰啊。也是。卡斯当时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会 breaking 的进来，我然后一来看，就从头到脚我就打量，其实当时我还挺期待的，我说他不像有会 breaking 的呀。也不是啦，卡斯有他的一技之长。你们训练的时候不会就是从右手的楼到左手啊？对啊，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封闭式训练啊，偶尔周一会给我们放假，然后上楼就是休息，下楼就去训练室。就那段时间还蛮难熬的，说实话，那段时间我都快神经了，你知道吗？Breaking 是什么 ？Breaking 是 B-boy 啊，就跳 Breaking 的男孩叫 B， 简称 B-boy。他跟 dance 就是你跳 jazz、跳 locking、跳什么 walking、跳 popping 都被称为 dancer。但是只有跳 breaking 的人 B-boy， 对，只有独树一帜，只有跳 breaking 的男孩叫 B-boy。哎，你们猜一下，平板支撑，我们当时支撑一首情歌王，谁最厉害？当时支撑一首情歌王啊，就到后面可能不标准，但是谁是坚持了的？实际看卡斯跳舞的时候有捂嘴嘲笑吗？我没有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一看到谁跳舞就捂嘴嘲笑，我没有。包括我跟你说，上次那个他说是那个，他们说是什么？就是，哎，你有印象吗？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你们在月考，然后峰峰说我坐在下面的时候，就是一副这样的老师的形态，然后就说他跳舞跳错了，说我在笑他。没有啊。对啊，我就说没有这个事情、我们那都是善意的笑。是说，我跟你说，最厉害的是我，当时我都快撑不住了，我把自己的头发这样抓着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真的那个情歌王一手平板支撑，哪怕最后动作不标准，可能屁股都翘得很高，但是我就是不会让自己倒下去。情歌王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情歌王是真的噩梦。当时还最好笑的那个体育那个老师还让我们唱，就是来一个人轮着唱，一人接一首，唱不了一点。我对情歌王的印象是，我记得卡斯因为撑情歌王然后哭了，出去了，对吧？因为当时压力强度真的很大，然后就这个，但是他也撑完了之后，然后卡斯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，然后就独自的去流泪去了。你知道太累了，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个体能是什么吗？就是你躺着，然后老师的手就放这里，然后你要把脚缩着，然后往上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那个指甲是我的脚，然后这个踢他的手，这个动作真的很可怕。然后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平板支撑，然后其实当时我也哭了，但是呢，我是这样子，我是一边做，然后一边那个眼泪是倒着往下流的。为什么会哭？是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好绝望，就是那种你懂那种，就是我快觉得自己撑不住了，但是后面还有人在让你赶紧，就是说，当时有一把戒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一把戒尺在打着你，然后我跟你说你不能掉啊，怎么，然后你就那种觉得就是那种很绝望，然后就觉得，但是我又要努力，然后就觉得
这个苦只能是自己咽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艰难啊。你当时记不记得我们坐着，然后这样子压摸脚背嘛？老师就是骑到你背上，就是但是都是那么压的，都是那么压的。我之前给压小朋友也是这么压的。而且我会说，来没关系，来深吸一口气，哎，压下去了。我倒没哭，切哈哭，切哈就就是还没压到他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就是，然后说我还没碰你呢，切哈就这样子，然后崔一峰是表情，他是绷着，然后脸红，然后因为我的心稍微软一点点，然后摸脚的时候就咬着牙，我就闭着眼睛，然后放，就感觉在吃很烫的东西，卡声了。卡是我不行不行对，好像，所以真的好像是大概顶顶上还原了。对。